2026年剛開年，印度就給體育圈拉了坨大的。當地時間1月4日，莫迪總理通過視頻連線出席第72屆全球排球錦標賽開幕式，當着全國觀眾的面高調官宣，印度要全力申辦2036年夏季奧運會，目標讓14億人的奧運夢照進現實。消息一出，印度國內直接沸騰，社交媒體上全是2036奧運穩了的歡呼，仿佛主辦權已經揣進了口袋。但只要稍微了解一點印度申奧史的人，估計都會忍不住想問，這次是來真的？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小編先來說說這次印度申奧的牌面。這次印度申奧和以往不同，這次的申辦城市既不是首都新德里，也不是經濟中心孟買，而是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邁达巴德。懂點印度政治的都知道，古吉拉特邦可是莫迪的龙興之地，他就是從這裡的首席部長一路走上總理寶座的，把申辦城市定在自家地盤，可見莫迪對這事兒的重視程度，說是政治任務也不為過。為了給申奧造勢，莫迪也是下足了功夫。1月10日，他親自前往古吉特拉邦的索姆納特寺參拜湿婆神，現場歡迎的民眾排了數公里長，儀式感直接拉滿。而他之前為全國排球錦標賽揭幕，更是被印度媒體解讀為展示辦賽能力的關鍵操作。只不過不少網友忍不住調侃，全國排球錦標賽算大型賽事嗎？可能在印度的標準裡，只要有全國範圍的參與，就算是頂級盛會了。除了政治層面的力推，印度這次還手握經濟加人脈雙 buff。印度首富信實工業集團老板穆克什·安巴尼明確表態支持，作為亞洲頂級富豪，他的財力無疑是申奧的重要後盾。更關鍵的是，他的妻子妮塔·安巴尼是國際奧委會委員，而按照規則，同一個國家的奧委會委員原則上不能超過1人，這意味着妮塔在107名奧委中能直接為印度發聲，這份內部關係被印度媒體視為必勝法寶。除此之外，印度人甚至還琢磨起了投票技巧，畢竟東京奧運會曾被爆出靠行賄獲得主辦權。法國檢方還為此立案調查，逼得日本奧委會主席辭職，這也讓印度覺得人脈和說服力比硬實力更重要。當然，印度最拿得出手的宣傳口號還是14億人的心聲。妮塔去年9月在哈佛印度高峰會上就放話，世界前10大經濟體裡有9個都舉辦過奧運會，唯獨印度沒有，這太不公平了。中國效率確實高，但國際社會應該給印度一個展示自己的機會。這話裡話外的意思很明顯，不僅要辦奧運會，還要和北京奧運會比一比，甚至要辦得更精彩。但口號喊得再響，也躲不開歷史的陰影。印度的申奧夢從一開始就充滿了坎坷。早在1929年，還處於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就由英國人主導，讓孟買申辦1936年奧運會。結果遇上了志在必得的納粹德國柏林，連競爭的機會都沒有，就直接出局。第一次申奧以陪跑告終。獨立後的印度自信心爆棚，1947年剛獨立就拿下了1950年亞運會舉辦權，可現實很快給了他一記耳光，連基本的運動器材都無法自給，只能等歐洲生產後運過來。最後亞運會被迫推遲了將近1年才舉行。即便如此，印度還是趁熱打鐵申辦了1952年奧運會。當時新德里剛建成國會大廈、總統府等一批地標建築，看起來一片欣欣向榮。可當國際奧委會考察團抵達印度後，直接被現實勸退。當時當地氣溫接近50攝氏度，室外蒼蠅成群，考察團只能趁晚上出門看場地，結果還遇上頻繁停電，漆黑一片的場館讓官員們哭笑不得。有位官員甚至吐槽：“我這是到了火星嗎？”這次考察過後，印度的申辦自然不了了之。最慘的一次是1980年申辦1992年奧運會，印度這次下了血本，在各國媒體上狂打廣告，吹噓孟買的硬實力。政府還通過不結盟運動向發展中國家拉票。
可當考察團來實地考察時，發現印度的承諾全是空中樓閣，奧運村只有手工畫的圖紙，高速公路和城市交通網絡只存在於口頭描述中，印度官員嘴裡翻來覆去就是將來會有，以後會見，而競爭對手巴塞羅那不僅有薩馬蘭奇撐腰，還有實打實的場館建設，最後孟買得了0票，輸得一敗塗地。之後，印度又接連申辦了2000、2008、2012年奧運會，要麼是在初選階段就被淘汰，要麼直接被國際奧委會委婉勸退。最尷尬的是2024年，印度提交的申請直接被國際奧委會拒收，連參與競爭的資格都沒拿到，堪稱史上最慘申奧。那麼問題來了，印度這次能打破申奧魔咒嗎？從目前的情況看，可能性真的不大。國際奧委會選主辦國，首先考慮的是穩妥，畢竟沒人想辦一屆充滿爭議、問題不斷的奧運會，而印度的辦賽履歷實在缺乏說服力，再加上競爭對手的硬實力碾壓，除非出現奇蹟，否則大概率還是陪跑結局。但話又說回來，印度人從不缺樂觀精神，就算這次失敗，說不定下一次還會捲土重來，畢竟對他們來說，申奧本身可能就是一場樂此不疲的自我狂歡。如果說印度申奧是理想很豐滿，那實際的辦賽能力就是現實很骨感。上面咱們聊了印度對2036奧運的執念，這一部分就來扒一扒印度舉辦國際賽事的黑歷史，簡直比喜劇片還荒誕。看完你可能會和小編一樣，忍不住替2036年的運動員捏一把汗。最近的例子就是2025年10月在印度布巴内斯瓦爾舉辦的乒乓球亞锦賽。本來這是印度展示办赛能力的好機會，結果硬生生办成了大型翻车现場，各種奇葩名场面层出不窮，讓國乒隊員們一邊拿冠軍一邊渡劫。先說說比賽場地的驚喜，這次的亞錦賽場館是由一座2024年竣工的室內田徑場臨時改造的。10月中旬的印度，氣溫還在30攝氏度徘徊，濕度高達70%，可場館裡的空調嚴重不足，簡直就是個巨型蒸籠。隊員們比賽完只能頭頂冰袋降溫，國乒全員油頭直接衝上熱搜，連日本隊隊員橋本帆乃香都化身鐵扇公主，在局間給隊友扇風降溫。更離譜的是場地裡的不速之客，王曼玉在地上熱身時差點被鳥屎空襲，嚇得她一個鯉魚打挺跳起來。訓練場上還驚現活蹦亂跳的小青蛙，陪着運動員一起訓練。臨時動比賽時，一架無人機直接闖入直播鏡頭，在球員頭頂低空飛行，連解說員都調侃這輩子第一次見比賽中途有無人機亂入。而住宿和餐飲的條件更是讓人一言難盡，運動員住的地方自來水渾濁發黃，根本不敢直接用。歡迎晚宴上的硬菜竟然只有一根香蕉，還得用手抓着吃。難怪國乒團隊早就做好了自給自足的準備，提前運了200箱礦泉水、50箱速食，還帶了消毒設備和電煮鍋，營養師嚴控飲食，醫療團隊隨時待命。這可不是小題大做，而是有前車之鑑。還有2024年射擊世界杯總決賽在印度新德里舉辦時，中國運動員李躍宏剛到的第一天就因為細菌感染導致眼睛裡長了麥粒腫，可見當地的衛生條件有多堪憂。即便國乒做了萬全準備，還是遇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狀況。不少網友調侃，這辦賽水平還不如咱們村的運動會靠譜。而這還只是小型單項賽事，要是把規模擴大到奧運會，真不敢想象會是什麼場景。要知道，印度唯一一次舉辦過的大型綜合性賽事，2010年新德里英聯邦運動會堪稱史上最失敗賽事之一，留下的黑歷史至今讓人心有餘悸。腐敗的問題就不說了，基建和衛生條件的崩壞才是真的勸退。開幕前幾天，尼赫魯體育場外一座新建的人行天橋突然坍塌，造成1死27傷。最後，印度出動軍隊，花了5天才搶修出一座簡易天橋。而英聯邦體育官員驗收運動員村時，直接給出了骯髒的不適合人類居住的結論。BBC 公布的照片顯示，運動員房間裡滿是污漬，空酒瓶到處散落，床單上有明顯的動物痕跡，地上甚至出現了糞便。印度方面解釋說是狗屎，可誰也不知道真相。新西蘭、加拿大等代表團直接投訴無法居住，抽水馬桶被污物堵塞。
淋浴設備沒接水管，空調沒有電線，連插座都用不了，屋外污水橫流，蚊子成群。更離譜的是，距離開幕式只有10天的時候，運動員村的糞便還沒清理乾淨，每天都能發現新鮮的狗屎。面對媒體的質問，組委會秘書長巴諾特竟然狡辯，每個人對乾淨的標準不同，在我們看來，房間已經非常乾淨了。組委會主席蘇雷什甚至倒打一耙，宣稱這是國際反印陰謀。這番言論徹底激怒了英聯邦運動會委員會主席約翰·科茨，他怒稱當初根本就不該給印度舉辦權，還強烈建議英國女王伊麗莎白2世取消行程。最後，女王真的打破了主持英聯邦運動會開幕式的傳統，沒來印度。不少網友調侃，幸好沒去，不然老太太的身體可能扛不住。即便如此，賽事還是如期開幕了。可鬧劇並沒有結束。開幕式上，一輛3輪車莫名其妙地開進會場，繞了一圈，發現走錯了，又匆匆開出去。現場觀眾還以為是創意節目。賽事期間，公交車頻繁長時間遲到，很多運動員錯過訓練。舉重區的3塊吊頂板突然墜落，砸傷工作人員。體育場臨時頂棚垮塌，2名保安受傷，還有多名運動員的床板斷裂，原因是床架沒有膠合板。最讓人崩潰的是德里肚子的出現，這個詞專門用來形容在印度患上急性腹瀉的運動員。英國隊80%的游泳選手都出現了腹瀉症狀，回國後查出是阿米巴痢疾，這種病一般是糞便進入消化道導致的。澳大利亞選手特意住了5星級酒店，只喝瓶裝水，吃自帶食物，除了比賽絕不外出，可還是中招了。原因竟然是洗澡時水流進了嘴裡。有了這樣的前科，再看印度申辦2036年奧運會，難怪很多網友都替運動員擔心。要知道，奧運會的規模是英聯邦運動會的好幾倍，涉及的場館、後勤、安保、衛生等方方面面，遠比單項賽事複雜。印度連乒乓球亞錦賽、英聯邦運動會都辦得漏洞百出，真要是拿到奧運會主辦權，後果可真的不堪設想。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